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20日上午的9点1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指呢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十字星，那这个十字星呢依然维持了行情当中的一个反弹的趋势。这种趋势下呢，我们看到了道指本轮行情出现了2轮半下跌西游之后，周线级别2轮半下跌西游之后周线级别反弹，然后周线级别对称性的下跌。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是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趋势正在这里面运行虽然在中途呢，我们经历了一个是 CPI 的一个利空一个是非农的一个利空但是行情走到这里它的反弹趋势依旧存在但是我们回到比特币上的行情来看昨天到今天比特币一直是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但这种下跌趋势呢，我们看到目前只跌于19000美金附近18993当前点位是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连续1个月在这个行情里面出现了一个底部的位置，这个底部呢是在18500到19000美金附近形成的。那目前处在第3次波谷的这个位置虽然我们时刻面临空头在这个里面反复的诱空，但是行情在这个位置上依然存在反弹的可能性前面我说了目前处在行情当中的第3次波谷，第3次波谷呢是有机会做出反弹的。当然了，这一轮我们看到比特币相对于美股依然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画面当中美股大幅反弹，但是比特币依旧不动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比特币的价格正在不断的接近焦点位置，并且这个焦点位置是由日线级别形成的一个窄收敛这是一个酝酿反弹行情的一个温床。第3次波谷形成之后目前已经形成很久了，形成1个月了。第3次波谷形成之后依旧有可能发生反弹。我们的目标位是21500美金但是由于是熊市嘛，在10月也就是比特币月这个月反弹结束之后，我认为行情还要回调下来，并且形成第4次波谷，最终呢出现一个持续的下跌到达我们给出的目标位10500美金附近这是对于比特币来说，就是目前来看虽然昨天和今天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但是跌幅还不大，目前依然是在这个可接受范围之内昨天前天到今天3天时间跌了4%左右，所以呢行情在这里面仍然有一定支撑，大家伙不用特别的绝望在这个行情下很多山寨还有所动作特别像我之前说的这个 EGLD 目前已经以横带跌走出了它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然后昨天还有这个 APT VIB 都有所表现。当然我们看到 VIB 的这轮行情它是一个假的悟空一根阳线拉上去之后对称性的阴线直接回打下来这样呢，我们感觉山寨币很多都是这种就是一波流的行情所以呢，在现货里面也要注意止损一定要设置止损。那么以太坊目前为止我们还维持之前的观点就是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下面就有8进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那么以太坊到现在依然处在一个领跌的结构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一个领跌的结构。领跌结构之后，我们看到以太坊目前走势依然非常弱势，日线级别形成箱体之后，如果跌破箱体，那么很快就在周线级别上出现一个唐僧阴线唐僧阴线出现之后，我们会回看一下上方有悟空、八戒、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最终我们给出了目标位1100美金。这个1100美金不是绝对底部下方如果再次下杀的话，最终以太坊目标位260美金。APT 昨天
上线必安之后啊，波动非常大啊。首先一波下跌之后，快速反弹到8.4美金附近，然后又一路下跌啊。对于这种新上线的币种啊，由于庄家和很多散户在挖矿公测的过程中啊，有大量筹码，所以呢上线啊很容易出现一个高点，但毕竟啊它维持了最近的一段时间啊，它是唯一的一个啊非常热度的币种，所以呢，对于现货玩家来说，可以进行一定的参与啊。虽然过一段时间它有再次的发放啊，但是无所谓，这个热度存在的情况下呀，它很容易出现一些大幅度的波动啊，这些波动是我们可以做的。那看它如何看呢？首先呢，我们要看啊，它开盘的时候从1美金拉到100美金啊，这样呢，对我们的K线系统形成了非常巨大的干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看它的合约看它的合约，因为合约没有那么大的波动啊，所以看合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找它一些轨迹和迹象。首先呢，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发现它没有出现小日线的上涨息优，那我们就把时间级别调到15分钟级别来对待它，15分钟级别看它发生了什么，正在做什么。首先我们观察它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波峰连线通过连接它的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开口收敛三角形正在形成，在这个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7美金附近是它的一个支撑，在这个支撑下呀，有可能发生反弹，所以呢，在底边线的这个位置是可以做小幅的多头的，但是如果遇到焦点的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停止做多的这个位置焦点位置是非常容易发生崩盘的。最终呢，它的结构会逐渐的趋于稳定，波动呢会逐渐的收窄，最终呢在收窄的结构当中酝酿各种结构各种新的结构。比如说当前的波谷的位置是这样的然后它的波峰的位置呢会随这个时间不断变化形成逐渐的收敛动作最后呢归于平淡归于平淡之后，在每一个焦点位置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焦点的位置过程当中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呢，焦点位是我们要重点注意的这也是对一个新币种新上线币安或者火币平台的币种，你可以做的一些分析方法但尽量要避免做它的合约，因为波动过大它的一点点波动都可能让你的仓位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呢，尽量避免做它的合约要玩的话可以玩一些它的现货特别值得关注的热门币我目前看孙哥的一系列币种都可以看一下因为他最近出现了很多机会，比如说这个丧经过第一波上涨之后，它有2次上涨，然后在这个里面形成了一个我们刚才提的一个收敛动作。那在这个收敛动作和这个均线小日线均线的支撑位附近，就可以做一些文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小日线均线是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在这个均线附近是有一定支撑的，所以对于这种大波动币种你严格按照均线做也可以获得很多的利润包括丧还有这个火腿目前涨势也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在高位一直盘旋震荡但目前这个价位我们会有一些恐高恐高的时候，我们要耐心等待它回打下来。我们看到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左高右低的一个双头所以呢，一定要等待它回打下来，接近4小时。这个144和169日均线这个位置的时候，才是我们进场的一个有支撑的一个时间点耐心等待它回调。它强势，我认为它强势这个过程是主力在高位不断的派发的过程，派发之后呢，要杀下来从底部逐渐吸纳筹码，所以呢，我们要跟随庄家的动作等待它在主力吸纳筹码的过程当中，伴随主力去做进场动作才是比较理想的位置这个高点出现之后有的时候左低右高，有的时候左高右低，无论哪种情况呢，都容易出现一个诱多，很容易把人们挂在山顶所以呢，耐心等待行情给我们的机会，一个是突破是机会，一个是回踩到支撑位是机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才能在它的趋势当中，它的独立趋势当中，孙哥的独立趋势当中获得一定的收益。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淘宝网上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同名书籍。感谢大家，再见。